伴隨着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幾十公里外的俄軍指揮部在火光中化為灰燼，而發射導彈的卡車早已經消失在夜幕下的公路盡頭。這就是讓俄軍恨之入骨卻無可奈何的火箭游擊隊海馬斯。它看起來不過是一輛普通的中型卡車，卻徹底改寫了現代陸戰規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2026年6月的歐洲防務展上還公布了它的攻防一體升級版海馬斯 FLEX， 不僅載彈量翻倍，甚至能發射愛國者防空導彈。這輛看似普通的卡車憑什麼能夠顛覆現代戰場？海馬斯在俄烏戰場上的亮相，代表着野戰炮兵不只能用大量炮彈進行飽和洗涤打擊目標，還解鎖了精確打擊的全新選擇。在海馬斯參戰之前，烏軍只能在俄軍重炮壓制下苦苦支撐。蘇聯時代的傳統火箭炮誤差往往高達數百米，需要發射成百上千發炮彈才能勉強覆蓋一個目標。而海馬斯的到來，直接將打擊方式從面覆蓋變成了點清除。這種精準打擊能力的首次展現發生在2022年6月下旬，烏軍第72機械旅將剛到手的海馬斯推向前線，對俄羅斯第20集團軍位於伊久姆附近的指揮所發動了突然襲擊。幾發衛星制導火箭彈精確穿透掩體頂部，瞬間引發烈性訊爆，連同周邊多台雷達與通信指揮車一同化為灰燼。這場打擊讓俄軍第一次意識到，只要在海馬斯的射程之內，後方就再也沒有絕對安全。如果說斩首指揮部展示的是它的精度，那麼對安東諾夫斯基大橋的圍剿則展現了海馬斯對戰局後期命脈的致命威脅。在赫爾松反攻中，為了切斷第聶伯河右岸數萬俄軍的補給線，烏軍沒有選擇盲目轟炸整座大橋，而是利用海馬斯低於10米的原概率誤差，連續數天將數十發火箭彈精準砸在同一塊橋面上。火箭彈依靠延遲起爆引信，鑽入幾米厚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內部引爆，生生把大橋內部的結構梁徹底撐爆，切斷了通信能力，最終逼迫俄軍因後勤斷绝撤出赫爾松。當然，俄軍也不會坐以待斃。到了2023年，隨着俄軍前線鋪開強烈的衛星信號干擾，海馬斯的命中率一度出現偏航下降，但美烏技術團隊迅速展開在線算法攻防，通過升級慣性導航與复合抗干擾定位模式，在極短時間內破解了俄軍的電子封鎖，再次讓海馬斯恢復統治力。更重要的是，海馬斯不僅實力強勁，還能打出經濟戰優勢。一發制導火箭彈成本大約10萬到15萬美元，摧毀的卻是價值數千萬美元的反炮兵雷達，動輒數億美元的防空系統，甚至影響整條戰線決策的集團軍司令部。這種以小博大的交換比，迫使俄軍不得不花幾十倍的後勤代價，將彈藥庫整體後撤80公里，逃離烏軍海馬斯的打擊範圍。而這一切能夠實現的前提，依然是他無與倫比的生存能力。烏軍炮兵在前線嚴格執行打完就跑戰術，把停車、展開、發射到撤離控制在幾分鐘內。當敵方的反炮兵雷達或巡飛彈趕到現場時，陣地上只剩下一片散盡的煙霧，海馬斯早已滑入公路網，藏進了深山裡海。甚至烏軍有時會特意留下假目標，用木頭海馬斯扮演特洛伊木馬，再騙俄軍幾發導彈。海馬斯就這樣在前線高強度游擊了1年半，直到2024年3月，俄軍才在尼卡諾里夫卡村附近首度取得摧毀海馬斯的戰果，全損了一部海馬斯。各位可能會好奇，美軍當年為什麼要捨棄防禦力極強、火力更大的 M270 重型履帶車，而去選擇這樣一輛薄皮卡車？答案來自於1991年海灣戰爭的慘痛教訓。早在1982年，美軍第9步兵師就提出了需要一種輕型輪式多管火箭炮的設想，希望能為輕型快速反應部隊提供遠程反炮兵支援。然而在當時，美軍內部迷信重裝甲大火力，軍方高层对这種卡车炮根本不上心，所以美軍野戰炮兵的絕对主力是重達25噸的 M270 多管火箭系統，採用履帶底盤，火力極強大，被稱為方格抹平機。然而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後，現實給美軍潑了一盆冷水。由於 M270 戰鬥權重高達25噸左右，且體型巨大，根本無法塞進美軍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 C-130 大力神戰術運輸機。這導致在海灣戰爭初期，首批快速反應部隊已經抵達前線，而火力強大的 M270 卻因為等不到重型戰略運輸機，錯過了首批部署階段。這讓美軍幡然醒悟，運不到戰場的炮車，火力再猛也是廢鐵。戰後的1991年4月，美軍迅速在白沙導彈靶場驗證了卡車搭載火箭炮的可行性。隨後由洛拉爾沃特公司開啟研發，後轉由洛克希德馬丁接手。卡車底盤也從早期的阿莫霍爾丁斯奧什科爾到2017年由洛馬位於阿肯色州康莫登的工廠統一接手制造。美軍追求16噸極限重量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一架 C-130 戰術運輸機
能夠直接降落在簡易野戰跑道上，把海馬斯倒出來，3分鐘內向幾十公里外傾泻火力，隨後直接開回機艙起飛撤離。這種輕量化設計賦予了海馬斯極強的平台適應性。它搭載在 M140中型戰術卡車底盤上，車窗採用藍寶石與聚碳酸酯複合裝甲防彈玻璃，車體自帶液壓吊具，允許2名車組人員在幾分鐘內徒手完成整艙換彈。美軍甚至在安克雷奇號2期船務運輸艦的甲板上測試過海馬斯，在戰艦隨波浪漂移搖晃的狀態下，通過優化火控軟件，成功向陸地發射火箭彈，真正實現了是個平台就能打，打完還能跑。海馬斯之所以能夠應對多種多樣的戰場需求，其關鍵在於它能構思巧妙的通用彈藥艙，能夠裝填針對不同目標的彈藥種類。假設在實戰中，敵軍的集結部隊、防空雷達和輕型裝甲車分散在幾公顷的樹林裡，如果使用早期內裝404枚 DPICM 子彈藥的 M30子母彈，不僅殺傷力分散，還有5%的可能落地的子彈药不會爆炸變成啞彈，導致其成為友軍道路上的阻礙。為了解決這個痛點，美軍研制了 M30A1 替代戰鬥部火箭彈，徹底淘汰舊子母彈，改在彈頭裡裝入 18.2 萬克预成型鎢合金鋼珠。當它飛臨目標頭頂10米高度爆破的瞬間，數十萬顆鎢鋼珠像高壓暴風雨一樣砸向地面，瞬間把露天步兵和雷達網打成篩子，且絕不留下未爆啞彈。升級版的 M30A2 更是更換了不敏感彈藥推进系統，不光射程提升到84公里，還能確保運輸途中遭襲時不殉爆。如果面對的是幾米厚的鋼筋混凝土碉堡，或者是地下加固掩體，鎢鋼珠打上去只能刮痧。這時候海馬斯就可以換裝總重200磅、內裝51磅高能炸藥的 M31高爆單一戰鬥部火箭彈。這款火箭彈的升級版 M31A1 和 M31A2 還加裝了多模式延遲起爆引信，能憑極高末速鑽進橋面或掩體內部幾米深，然後再瞬間引爆，從內部把工事結構徹底摧毀。當敵軍的反炮兵雷達和巡飛彈將巡邏範圍推到了70公里線，開火有被反擊的風險時，路馬公司研發了換裝更大發動機與尾部控制的增程型火箭彈，將射程拉長至150公里。波音和薩博集团則聯合研制了陸射小直徑炸彈，把 GBU-39小炸彈裝在退役 M26 火箭發動機上，發射升空後展翅滑翔，同樣打出150公里，甚至能繞過山體，繞到敵人後背變軌突防。雖然未在實戰中效果達到預期，但還是為研發提供了新思路。當需要癱瘓300公里外敵軍的核心機場或大型彈藥庫時，海馬斯就會拿出單個彈倉只能裝1枚、口徑達610毫米的陸軍戰術導彈，橫跨整個戰場打擊目標。為了解決這種戰術導彈一輛車只能裝1枚，打完就空的缺陷，美軍正在推行全新的精確打擊導彈。通過彈體機制瘦身，海馬斯一個彈倉能直接塞進2枚 PRSM 導彈，不僅載彈量翻倍，射程更是超過500公里以上。海馬斯就是靠這些種類齊全的戰術導彈獲得了恐怖的戰略級威懾力。到了2026年6月的歐洲防務展上，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發布的海馬斯 FLEX 概念車，更是讓海馬斯從單純的對地導彈發射平台變成了攻防一體的反擊利器。在過去，海馬斯打完火箭彈後，巨大的尾焰會立刻暴露位置，敵方戰機或導彈會在幾分鐘內順着軌跡撲過來，對它進行獵殺。這就是舊版海馬斯自身毫無防空能力的缺陷。而海馬斯 FLEX 設計目的就是為了打一場陸空一體的反伏擊戰。它不僅把火箭彈通過雙彈倉配置將載彈量從6枚翻倍到了12枚，更重要的是它具備了混裝發射愛國者防空導彈的能力。當敵方戰機沿着尾焰追過來準備獵殺海馬斯時，這輛卡車能立刻從彈倉裡掏出1枚愛國者防空導彈，反手把來襲的戰機凌空打爆。新海馬斯可以打完就跑不說，甚至還可以在公路上以90公里的時速邊走邊防空。假設你是敵機，還不敢追這樣一個移動的防空幽靈。除了攻防一體，無人化也是海馬斯應對危險敵戰區域的答案。美軍測試的自主多域發射車直接取消了有人駕駛艙，改為遠程遙控，省下的空間讓它能攜帶更多導彈。在2024年4月尤馬實驗場的測試中，它展現了讓無人車代替人類士兵深入最危險的前線絞肉機區域，去執行高威脅打擊的巨大價值。同時，海馬斯還在全球衍生出了龐大的盟友生態。波蘭的龍蝦 A 計劃把海馬斯發射箱裝在波蘭國產127 6x6卡車底盤上。德國萊茵金屬與洛馬合作的全球機動炮兵火箭系統採用 HX 8x8 重型底盤和雙彈倉，未來甚至打算集成地射型賈斯姆隱身巡航導彈。這是一種能攜帶彈頭在防空圈外精準打擊的隱身導彈，
澳大利亞也在推動本土化生產合作。從30年前那個為了塞進 C130 運輸機而被迫減肥的卡車，到今天能打地、能防空、可有人可無人的超級戰術平台，海馬斯用實戰證明了現代野戰炮兵早已不再是單純的地毯式轟炸，而是向着精確化、無人化和攻防一體化邁進。本期關於海馬斯的分析就到這裡，各位覺得海馬斯的有人型號未來會被無人型號完全取締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關注、轉發，我們下期再見。